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心有葵花向日倾》故事解说。昏暗热闹的酒吧包厢里，气氛暧昧又躁动。有人笑着调侃对方心里藏着情意，笃定对方心里早就喜欢上了彼此，只是不肯承认。被调侃的人态度强硬，拒不承认心动。另一人笑意张扬，放话若是不肯承认，自己就一直亲吻，直到对方亲口承认为止。聚会落幕，众人尽兴离场。有人出声叮嘱大家路上注意安全，随后将活动的奖品一一递出。参会的人纷纷礼貌道谢。喧闹散去后，有人打趣现场的美女惨遭心碎，故作夸张的调侃对方为此暗自难过落泪，消解离场后的冷清氛围。画面转到酒吧工作区域，工作人员看着场内的向日葵装饰，轻声自我劝慰，让自己保持好心情。一旁的工作人员对着新来的同事小声叮嘱，告知他场内一位气质冷峻的先生是孟先生的表亲，家世背景十分优越。按理来说家境顶尖，没人能想到他会屈身来到这种娱乐场所，甚至应聘成为一名普通服务员。工作人员继续交代，这位新来的服务员本月业绩十分出色，表现远超同期员工。同时有人特意叮嘱看管好这位服务员，让旁人多留意他的状态，保证他在店内不出任何意外。其余事情都顺着他的心意即可，不必过多约束。只因他的身份特殊，需要给孟家一个交代，不能轻易得罪。下属听完吩咐，立刻恭敬应声，遵从安排。另一边，负责外勤的人员匆匆赶来汇报，告知上级目标人员已经成功抓获。有人复盘此次布局，坦言本次商业数据已经全部达标，整套商业模式顺利落地成型，唯独缺失对应的情感价值。整体方案依旧存在漏洞，暂时不算完美收官。清晨交班时段，老员工对着前来接班的小薛细心叮嘱，告知他这家酒吧往来的都是各界豪门公子、名门大小姐，身份都非富即贵，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慎细心，避免得罪客人，招惹麻烦。小学乖巧道谢，认真记下前辈的叮嘱，做好接班准备。这位名叫薛婉仪的女孩是实打实的薛家大小姐，出身顶级豪门，本该在家养尊处优、安稳度日，却偏偏执意亲自来到酒吧做服务员，对外宣称是为了实地调研酒吧业态，积累创业的真实市场经验。身边的朋友十分不解，忍不住吐槽薛婉仪自讨苦吃，放着豪门千金的安逸生活不过，非要出来受累打工。薛婉仪却有着自己的坚持，她认真告诉朋友，创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，再多精准的数据报表，再多书面理论，都比不上亲自站一天吧台，切身感受真实的市场环境，获取最直观的经营数据。朋友随即询问他本次调研的结果，薛婉仪坦言，本次调研得出的翻台率、客单价数据全部达标，从商业运营层面来看完全合格，但整套运营模式一直在透支客户的情感价值，这种模式并不长久，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创业模式。思虑过后，他果断决定放弃这个创业项目。创业再次失败，薛婉仪心态坦然，只打算点一碗清淡的粥，庆祝自己第99次创业失败。心情豁达的他直接豪气买单，宣布今晚全场消费由自己包揽。场内客人瞬间欢呼雀跃，纷纷举杯庆祝，现场氛围再一次热闹起来。暗处，气质冷峻、气场强大的许镜川静静看着肆意洒脱的薛婉仪，心底暗自觉得这个与众不同的薛家大小姐十分有意思。与此同时，一场隐秘的审讯正在悄然进行。有人冷声质问崔三，让他如实交代一批赃物的来源，直言若是拒不配合，最终只会落得死路一条。崔三态度桀骜，宁死不肯松口，还出言嘲讽审讯之人，吐槽对方甘愿沦为许镜川的手下，死心塌地为其卖命。他当众恶意诋毁许镜川，称许镜川是弑父杀母的孤星，命数孤苦，身边追随的人最终都难逃惨死结局，挑衅众人跟着许镜川只会自取灭亡。崔三十分嚣张，扬言自己已经投靠了更有权势的靠山，许镜川根本无力抗衡，坐等对方落败即可。旁人见状连忙驱散众人，强行带走不断叫嚣的崔三，终止了这场混乱的对峙。有人轻声提醒许镜川，他还有9次容错的机会，不必为此动怒。酒吧场内，众人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，氛围热烈，无人愿意离场。有朋友忍不住感慨，询问身边人何时才能真正创业成功。随后打趣对方，与其一次次创业碰壁，不如直接回家继承家族产业。众人纷纷附和，直言薛家、孟家都是顶级豪门，两家资源敞开供应，根本不用辛苦打拼。薛婉仪却十分执拗，坚决不肯回家做被人摆布的豪门吉祥物，一心想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事业，找到真正契合自己的理想职业。
他当众宣布自己的第100次创业计划正式启动，丝毫不受过往99次失败的影响。游戏继续进行，轮到薛婉仪选择项目，她果断选择大冒险。在场朋友立刻起哄，有人提议让薛婉仪随机在场内找一位帅哥，主动索要对方的皮带，用一场即兴邂逅缓解创业失败的低落心情。众人纷纷附和调侃，直言薛婉仪素来乖巧胆小，从来没有和异性有过亲密接触，连男生的手都不曾牵过。这个冒险难度对他而言极具挑战，笃定他绝对不敢完成。也有人打趣，薛婉仪所有的胆识都用在了创业上，面对异性向来胆小怯懦。与此同时，许晋川的下属正在严格执行审讯任务，有人出声下令将人带下去继续严加审讯，务必在天亮之前撬开对方的嘴，查清幕后传递消息的神秘人究竟是谁。许晋川淡定坐镇，静待最终结果。游戏落败的薛婉仪愿赌服输，鼓起勇气四处张望，最终走到气质清冷的许晋川面前。他神色局促，语气礼貌又带着几分羞涩，向许晋川说明自己玩游戏输了，需要完成大冒险任务。随后小心翼翼开口，询问对方能否将皮带借自己用一下。许晋川看着眼前局促可爱的薛婉仪，眼底带着几分玩味，出声调侃她果然和传闻中一样，乖巧又懂礼貌。旁人连忙悄悄告知薛婉仪，眼前的男人是许晋川，是黑白两道都极具分量的大人物，背景神秘，手段狠厉，是众人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。薛家亲人得知薛婉仪的所作所为后，十分焦急，连忙催促她立刻回家。朋友见状，好心解围，告诉薛婉仪，若是拿不到皮带，也无需勉强，直接算作通关即可，不用为难自己。但薛婉仪性格倔强，坚持愿赌服输，一定要完成任务。她伸手尝试解开许晋川的皮带，动作笨拙又慌乱，反复尝试都没能成功。一番折腾过后，他只能暂时作罢，尴尬地停下动作。朋友连忙上前查看他的状态，担心他太过窘迫。另一边，有人紧急传递消息，火速通知孟家，告知孟景北、孟景南兄妹，薛婉仪在外招惹了许晋川，情况危急，若是救援不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孟景南得知消息后，立刻从国外赶回，第一时间询问薛婉仪的安危。有人向孟景南解释，薛婉仪是薛家独女，也是孟家的表亲，是两家精心呵护的掌上明珠，没人愿意主动招惹。此次冲突纯属意外，自己并未刻意为难她。许晋川也淡然开口，向归来的孟景南说明事情原委，坦言是薛婉仪主动冒犯，自己并未追责。孟景南连忙出面致歉，替薛婉仪的鲁莽行为赔罪，感谢许晋川手下留情，多加担待。许晋川却笑着提及，孟景北和自己颇有交情，本可以让孟景北前来处理此事。孟景南无奈告知，孟景北的妻子已经怀孕，他以陪产为借口闭门不出，短期内根本无暇顾及外界事务。风波暂时平息，众人各自离场。第二天酒醒过后，薛婉仪回想起昨晚的荒唐举动，瞬间陷入极致的社死与尴尬，内心无比崩溃，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胆大到主动去陌生男人面前索要皮带。他想起家里舅舅舅妈的闲谈，众人都说大表哥孟景南离婚之后性情大变，整日借酒消愁，郁郁寡欢。薛婉仪忍不住私下询问大表哥，是不是因为思念前妻放不下过往，才整日借酒消愁？孟景南没有正面回应他的疑问，反倒淡然反问他酒醒之后是否还记得自己昨晚的荒唐举动。薛婉仪满心愧疚，真诚向大表哥道谢，庆幸昨晚是大表哥送自己回家，若是被父母接回，自己必定会遭到严厉训斥。随后，薛婉仪鼓起勇气，拜托大表哥帮忙归还皮带，化解这场尴尬。孟景南忍不住提醒他，让他认清昨晚招惹的人的真实身份，告知他许晋川是黑白两道都要忌惮3分的狠人，手段狠厉，背景复杂，手上沾染的恩怨纷争数不胜数，绝非善类。孟景南直言，薛婉仪从小被家人保护得太过纯粹天真，不知人心险恶，才敢肆意招惹这般危险人物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再次出手帮他摆平麻烦。同时叮嘱薛婉仪，此次过后务必远离许晋川，不要再有任何牵扯。孟景南最终决定让薛婉仪亲自上门归还皮带，登门道歉，以此让他牢记教训，避免日后再肆意莽撞行事。他将许晋川的地址和时间发送给薛婉仪，告知他许晋川与孟家素有交情，大概率不会刻意为难他，但此人终究危险，两清之后务必彻底远离。与此同时，许晋川的手下继续复盘崔三一案，坦言崔三能在众人眼皮底下暗中操作，转移线索，足以证明其背后之人手眼通天，势力庞大。此次对手绝不简单，背后牵扯的利益和暗流极为复杂。手下询问许晋川是否心生畏惧，许晋川神色淡然，毫无惧色。手下真诚坦言，自己幼年家境凄惨，父亲嗜赌成性，
将自己和母亲变卖换钱，是许镜川在最混乱的境地中将自己救出。自己的性命属于许镜川，无论前路多险，都愿意誓死追随。许镜川淡淡叮嘱手下，性命是自己的，务必好好爱惜。同时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一直在寻找失散母亲的执念。随后他下达命令，让手下继续严加审讯，务必撬开崔三的嘴，查清所有幕后线索。手下领命，立刻继续推进工作。薛婉仪纠结再三，还是决定亲自前往归还皮带，彻底了结此事。贺小爷主动上前找到许镜川，扬言要和他谈生意，吐槽以往合作都是家中长辈对接，此次换自己亲自洽谈。话音未落，暗处突然冲出一群打手，蓄意围攻发难。贺小爷瞬间慌乱，自嘲引以为傲的身形和气场，在真正的纷争面前不堪一击，连忙打电话通知家中长辈，召集所有保镖前来支援，想要找回场子。混乱之际，许镜川一把拉住身旁的薛婉仪，低声让她不要出声，不要乱动。薛婉仪十分不解，质问对方为何无故禁锢自己，想要立刻挣脱离开。许镜川低声安抚，告知他有人尾随偷袭，目标直指自己，配合自己演戏才能躲过危机。薛婉仪只能被迫配合，近距离贴近许镜川，压抑着慌乱的情绪，不敢动弹。追击的人马快速逼近，四处搜寻两人的踪迹。众人四处探查，只发现一对亲密依偎的男女，误以为是私下约会的路人情侣，没有多想便转身离去，认定是线索出错，无需继续探查。追兵彻底走远后，薛婉仪立刻挣脱束缚，满脸气愤地指责许镜川行事霸道，为人无赖。许镜川看着气急败坏的他，眼底满是玩味，故意调侃他除了坏蛋，再也想不出别的骂人词汇。薛婉仪气愤不已，吐槽外界都传言他心狠手辣，杀伐果断，却没人说他是肆意轻薄他人的流氓。许镜川笑意深邃，淡然告知他，如今算是亲眼见识到了自己的真面目。薛婉仪不再过多纠缠，立刻将皮带递还给许镜川，直言两人自此两清，再无牵扯。同一时间，许镜川的下属匆匆赶来汇报，告知他刚才遭遇伏击的同时，崔三被人暗中劫走，对方声东击西，布局十分缜密，让他们猝不及防。许镜川神色冷沉，直言对方手段高明，能让自己栽跟头的对手绝不简单，决定亲自出手，会一会幕后之人，彻底查清所有真相。下属立刻领命，全力追查崔三的下落。另一边，顾真好奇询问许镜川，向女孩子道歉最合适的礼物品类，疑惑是否越贵重越好，坦言对方是孟景北的表妹，身份特殊，绝对不能敷衍怠慢，必须郑重对待。薛婉仪回到家中，母亲看着女儿憔悴的模样，十分心疼，忍不住询问她嘴角受伤的缘由。薛婉仪的大表哥在一旁吹风，直言是许镜川所为，再一次叮嘱她许镜川品性恶劣，危险至极，千万不要与之往来。母亲看着一心执着创业、整日奔波劳累的女儿，满心心疼，忍不住劝说她放弃创业。母亲表示家中产业丰厚，根本无需她辛苦打拼，希望她能找一门当户对的人家安稳成婚，余生顺遂无忧。薛婉仪认真告知母亲，创业对自己而言，不只是赚钱的生意，更是自己追求的人生梦想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。母亲心疼女儿日日奔波，三餐不继，身边无人照料，随即自作主张为她安排了一场相亲，对方是品貌端正的唐家少爷。薛婉仪果断拒绝相亲。母亲见状，直接放出狠话，若是她执意不去，就彻底切断她所有的创业资金，逼迫她回家继承家业。父亲见状，连忙打圆场，调侃妻子用资金拿捏女儿的手段太过强势，又宠溺劝说薛婉仪只需敷衍赴约即可。无奈之下，薛婉仪只能妥协赴约。相亲之前，她独自前往会所散心，却再次偶遇许镜川。薛婉仪满心无奈，只觉得冤家路窄，在哪都能碰到对方。许镜川看着一身精致装扮，不再是服务员模样的薛婉仪，出言调侃她换了新身份，不再做服务员，反倒来会所挑选男模。薛婉仪不甘示弱，直言这家会所风气不正，藏污纳垢，充斥着各种不正当项目。许镜川淡然告知他，自己就是这家会所的老板。薛婉仪瞬间了然，难怪会所乱象丛生。许镜川好心提醒他，今晚会所混入了不少来路不明的人和违禁货品，场面混乱复杂，她这般单纯的乖乖女不适合久留，尽快离开最为稳妥。薛婉仪不肯领情，倔强的想要留下查看情况，转头就撞见朋友被陌生人群围堵调戏，对方态度轻佻嚣张，仗着家世优越肆意妄为，想要调戏薛婉仪和她的朋友。混乱之际，许镜川的下属查清原委，上前汇报，这批违规货品是之前的崔三暗中流通进来的，假借酒吧特供的名义流入场内。崔三熟知许镜川的所有运营渠道，其背后之人正是想利用这批赃货，
栽赃嫁祸给许镜川，毁掉他的口碑和产业，趁机抢占他的地盘。下属坦言，对方布局周密，心思歹毒，手段十分高明。许镜川神色冷冽，下令全力追查崔三及其幕后势力，务必将所有人抓捕归案。随后，他询问薛婉仪是否饮用过场内的酒水，薛婉仪连忙告知自己和朋友都饮用过店内的酒，满心担忧会出现问题。许镜川安抚他，发现及时摄入量极少，酒醒之后便无大碍，不会留下隐患。薛婉仪真诚向他道谢，感谢他出手提醒，暗中相助。许镜川调侃他前一秒还怒骂自己是坏蛋，如今又主动道谢，十分双标。薛婉仪坚持一码归一码，坦然接受他的善意，同时牢记对方危险，打算彻底远离。许镜川再次叮嘱他，此地混乱，日后不要再独自前来。随后下属赶来汇报，闹事人员已经全部在后巷抓获。此次危机顺利解除，全程多亏许镜川及时察觉，出手管控。风波彻底平息后，薛婉仪猛然想起自己还有相亲约会，立刻匆忙赶去赴约。薛婉仪抵达相亲地点，见到了温文尔雅的唐冕。唐冕礼貌问候，夸赞薛婉仪容貌出众，气质绝佳。薛婉仪礼貌回应，目光无意间瞥见远处的许镜川，心中瞬间慌乱，以为是自己熬夜创业，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。他想起此前屡次偶遇许镜川都遭遇纷争，内心十分纠结。一方面忌惮许镜川的危险身份，想要立刻远离；另一方面又感念他刚刚出手相助的恩情，又见他似乎被仇家纠缠，陷入两难。最终心软的薛婉仪还是决定再次出手帮忙。暗处，许镜川的下属提议增派人手贴身保护，避免再次遭遇伏击，确保许镜川的绝对安全。许镜川应允，同时下令继续紧盯崔三的线索，今晚务必将人活捉归案。薛婉仪看着被人群围堵的许镜川，一时情急上前解围，场面一度十分暧昧。远处待命的下属看到这一幕，纷纷暗自调侃：素来杀伐果断、不近人情的许镜川，如今竟被小姑娘拿捏，甘愿为美人折腰。追兵彻底散去后，薛婉仪满心后怕，吐槽对方仇家众多，刚才若是被人抓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着还在淡定浅笑的许镜川，他又气又无奈，只能作罢，不再多言。两人走出小巷，在商厦电梯口偶遇前来寻找薛婉仪的唐冕，三方碰面，气氛瞬间微妙。薛婉仪连忙主动介绍，向唐冕说明许镜川是大表哥的朋友，勉强算是自己的熟人。唐冕待人温和有礼，主动邀请许镜川一同坐下交谈。薛婉仪却立刻撇清关系，直言两人只是萍水相逢，仅有一面之缘，刻意划清界限，生怕和危险的许镜川扯上关联。许镜川眼底带着深意，故意开口提起两人此前的数次交集，调侃薛婉仪记性不好，忘记了两人深夜独处、贴身配合的过往。他顺势打趣，自己2次出手相助，算得上是薛婉仪的救命恩人，追问他该如何报答自己。薛婉仪担心唐冕误会，连忙出声打断，坦言自己只是单纯见义勇为，不求回报。他以相亲流程未完成为由，匆忙告别许镜川，拉着唐冕转身离开，避开尴尬的氛围。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下属忍不住调侃许镜川嘴硬心软，看似冷漠，实则极易被牵动情绪。许镜川随即下令让人彻查唐冕的详细背景。他坦言自己只是替孟家照看薛婉仪，不让心思单纯的他被外人随意欺骗、轻易交友。调查结果很快出炉，下属向许镜川汇报，唐冕家世清白，家风端正，个人履历干净完整，无任何不良嗜好，品行端正，为人正直，是妥妥的好人。许镜川听闻后神色淡淡，并无过多情绪。另一边，相亲结束后，唐冕贴心送薛婉仪回家。分别之际，唐冕主动询问能否再次邀约见面。薛婉仪坦诚告知自己今日赴约实属家人逼迫，目前一心专注创业，没有多余心思经营感情，希望对方不要再耗费时间。唐冕并未失落，坦言自己想要见他，并非贪图情爱，而是十分看好他的创业理念和火锅店创业项目，想要和他深入交流，为他提供投资支持。薛婉仪瞬间欣喜不已，终于遇到赏识自己创业梦想的人。她激动地表示愿意和唐冕深入交流项目细节，将对方视作自己的伯乐和挚友，开心约定次日再次见面详谈。与此同时，许镜川的线人传来消息，崔三与其幕后接头人计划在市区一家火锅店完成交易。许镜川立刻带人前往蹲守，叮嘱手下全员待命，按兵不动，静待对方现身，守株待兔，一网打尽。次日，薛婉仪来到火锅店上班，刚好到了下班交接的时间。她提前和朋友打好招呼，让对方稍作等候。熟悉薛婉仪口味的唐冕贴心为她点了一杯去冰少糖的饮品，细致入微。薛婉仪转头瞬间，再次看到了许镜川的身影。
内心满是无奈，只觉得缘分太过奇妙，处处都能偶遇。他见状，立刻告知唐勉自己还有收尾工作，需要稍作耽搁。许镜川看着刻意回避自己的薛婉仪，出言叫住他，以店内协同补位制度为由，不让他提前下班，要求他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。薛婉仪暗自吐槽对方毒舌挑剔，满心无奈却又无可奈何。唐勉见状十分大度，主动表示愿意耐心等候。闲聊之中，唐勉坦言自己私下了解过许镜川，知晓他和薛婉仪相识，本想多了解一番，没想到两人关系并不算亲近。薛婉仪立刻表态，自己和对方毫无交情，彻底撇清关系。此时，外出蹲守的下属传来消息，已经成功抓获接头人员，正在加紧审讯，很快就能查清崔三的下落。许镜川再次询问唐勉的背景情况，听完下属的汇报后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不远处的薛婉仪，心底思绪万千。